嘿，大家好，我是尼克拉斯杨，祝大家新年快乐！为了庆祝我们新年的新一期节目，团长要给大家带来一个绝对炸裂的故事。最近我真的是一个字一个字的研究了柏拉图在2400多年前写的对话录《提亚姆斯》，古希腊语原版，里面有关于亚特兰蒂斯的记载。我突然发现，这个原版对话录和以前其他人讲的这个亚特兰蒂斯，简直就是两个不同的故事。在柏拉图记载中出现了一个重量级人物，他是2400年前古埃及塞伊斯神庙的大祭司。他提到亚特兰蒂斯曾经就是80万年前兴起，之后统治美洲、欧洲、北非、古埃及还有亚洲的上古雅利安人帝国。今天的故事来自柏拉图撰写的对话录，古希腊语念作 Tiamos 蒂迈欧斯。在公元前421年前的某一天，古希腊大天文学家蒂迈欧斯和大诗人、大政治家 Critias， 他们一起拜访大哲学家苏格拉底。三个人就一起聊天，讨论国家、人民、哲学、宇宙等等高大上的话题。聊着聊着，克里蒂亚斯就神秘兮兮地说：“苏格拉底啊，请听我讲一个故事。虽然特别奇幻，但这肯定是真的。雅典7圣人之一的索伦曾经亲自验证，绝对真实。他说的索伦是古雅典的大诗人、执政官、大统领，他是格里蒂亚斯的爷爷辈的远房亲戚，是有一种皇亲国戚的那种感觉。”后来克里蒂亚斯接着说，在久远的过去，雅典城曾经有一个伟大而又奇妙的事迹，但由于时间的流逝和人类的毁灭，他强调人类的毁灭，雅典人都把这些伟大的事迹给忘却了。其中有一件事情非常特别，比其他所有的事迹都更加伟大。现在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您，以表达我对老师您的无比感激之情。克里蒂亚斯的意思是，雅典人曾经做过一件惊天地泣鬼神的事。在这个事迹面前，什么雅典的神庙、哲学思想、艺术科学等等，在他面前都是毛毛雨，不值一提。那这个到底是什么事？非常关键。他在后面会提到，古雅典人曾经在11000多年前击退了一个上古高科技帝国，这个帝国的名字就叫亚特兰蒂斯。克里蒂亚斯继续对苏格拉底说，这是一个关于 Hopalios Cosmo 的故事翻译过来就是旧世界的故事。这个故事是克里蒂亚斯从他的爷爷老克里蒂亚斯那里听到的，而老克里蒂亚斯是从他的爷爷德罗佩德斯那里听到的，算起来应该是曾曾祖父。德罗佩德斯是当时雅典的显赫家族，就和美国的布什家一样。他最厉害的亲戚之一就是当时雅典的大执政官、大统领，雅典7圣人之一索伦。而关于旧世界的亚特兰蒂斯的故事，就是索伦当执政官的时候，在公元前594年左右去古埃及的首都考察，然后从古埃及的神庙大祭司那里学到的。故事是这样的：2600多年前，古埃及的首都是位于尼罗河畔的塞伊斯。在塞伊斯这里面有一个圆圆的湖，湖的旁边就是有着巨石方尖碑的神庙。根据希罗多德在历史中的记载，存放埃及神欧里西斯的遗体的巨大石棺就在塞伊斯神庙之中。欧里西斯他不是人类，他是古埃及壁画中有绿色皮肤的神，是天空之神努特的儿子。他皮肤的颜色和印度湿婆类似，蓝绿色。在塞伊斯神庙旁边有一个用巨石围起来的超大圆形湖泊。根据传说，当时的神欧里西斯就是从这个湖泊中出现。在公元前454年，希罗多德去参观埃及塞伊斯神庙的时候，当时他在湖泊看到很多女人都在跳一些神秘的舞蹈。希罗多德就写道：“我可以告诉你们更多，我知道真相，但是请允许我保持沉默，除非没人禁止我说出来。”希罗多德看到了什么？不知道，推测是古埃及女人表演的和神欧里西斯的那个场面。可以参照圣经创世纪中记载的神的儿子们和人的女人们交合生子的段落。而且最近有一个非常诡异的报道，就是说考古学家已经找到了欧里西斯的墓穴，但是又有报道说考古学家又否认找到了这个墓穴，可能是埃及政府不让公开。但是网络上已经流传出欧里西斯墓穴的3D 扫描图，里面打开到底是什么样，有没有神之子的遗骸不知道。但是总之，塞伊斯神庙这个地方非常神秘，肯定藏有远古的秘密。不幸的消息就是，塞伊斯神庙这个地方现在都已经找不到了，
从19世纪欧美探险家画出来的草图来看，塞斯神庙这个地方在200多年前就已经变成一片黄沙。接着，克里蒂亚斯就继续给苏格拉底讲索伦的亲身经历。执事官索伦毕竟是雅典的1号人物，所以他在塞斯受到非常热烈的欢迎。埃及贵族就带着索伦参观当地最古老的塞斯神庙。当索伦走进神庙中，看到各种巨石、壁画等等，都惊奇不已，就问神庙祭司：“这些雕刻都是什么呀？看起来相当古老。”祭司们都沉默不语，没人说话，因为这都是远古的秘密，不能随便说给外人听。索伦就非常郁闷，于是心生一计，想要使用激将法让这些祭司说出神庙的秘密。于是索伦就开始在神庙里大声的高谈阔论，大吹特吹古希腊历史。意思就是我们希腊的历史那是源远流长，我们记载的第一个人类叫做弗洛努斯。我们希腊也有大洪水的故事，上下5000年。我们的家谱从神创宇宙开始，一直延续到现在历史加起来和你们埃及相比不相上下。索伦刚说到这儿，就有一个看起来非常老的高级大祭司慢慢的走了出来，留着大光头，颤颤悠悠地说：“索伦，你们希腊人其实什么都不是，都是一群小孩，你们当中没有一个老人。”索伦这么一听，就问：“先生所言何意？”这个老祭司就回答：“在意识上，你们还都是年轻人，你们没有从古代传下来的观点，也没有保存上古的科学知识，你们都是一群黄毛小孩。让我来告诉你为什么这么说。人类以前已经灭亡过一次，未来也会再次经历毁灭。最大的灾难来自于火与水的力量，就是当你们希腊人和其他民族开始产生文字和文明的时候，天降洪流，就像瘟疫一样倾泻而下，最终只有那些不识文字的文盲活了下来。所以你们不得不重新开始，就像孩子一样，对古代发生的事情，不论是对你们还是我们的历史，都一无所知。”这神庙老祭司就是在斥责索伦：“你们不要吹你们希腊的历史了，那都是孩子过家家的事。”之后，老祭司就继续说：“你们只记得一次大洪水，但在这之前，大洪水已经发生过很多次了。你们不知道，以前在你们的土地上曾经生活着地球上最美好、最高贵的人类，你们整个希腊城邦都是他们的残存后裔。是啊，你们对此一无所知，因为这些人类的幸存者在大灾难之后，经过很多世代，全部都死去了。但是这些高尚伟大的事情，我们埃及人早都记录了下来，全都保存在我们的神庙之中。”索伦这么一听，大吃一惊，塞斯神庙真的保存了史前高等人类和上古文明的历史。于是索伦赶紧向老祭司道歉，说：“不好意思，自己孤陋寡闻，还请老先生把史前高等人类的故事准确而有顺序地讲给我听。”老祭司就说：“没问题，我给你讲，这是为了你，也是为了雅典，更重要的是为了我们共同的女神。我们共同的女神创建了埃及、塞斯和雅典，而你们雅典的历史比我们还早1000年。我们埃及在我们神圣法典中记载有8000年的历史。”老祭司的意思就是在索伦的年代，埃及已经具有8000年的历史，但雅典比古埃及还早1000年建立，所以算到今天，古埃及的历史是1万多年，古雅典就是11000年。建立这2座城市的是同一群最美好、最高级的上古人类，他们是在同一个女神指引下建立的，但是他们都被一场巨大的灾难给毁灭了，连古希腊最厉害的历史学家都不知道这些故事。柏拉图记载的这份对话录，到现在历史学家还是认为这是柏拉图对于一种乌托邦国家的幻想，但是实际上并不是。大家看一下地中海的卫星地图，希腊雅典这一片的海床非常浅，颜色浅的就是浅滩。从20世纪开始，考古学家就开始发现，在这一片海域底下，保守估计至少埋了100多个城市。现在有很多石像甚至街道都被海水冲刷了出来。更厉害的是，在1901年，埃及采摘海绵的渔民
在这里的安提基特拉岛附近发现了一艘神船，打捞之后发现里面有个齿状型的机械，被称为安提基特拉机械。经过检测，考古学家发现这是一个出现在西元前150年的齿轮型机械结构，它其实是一个2100多年前的精密仪器。这个仪器中有很多精密的齿轮，但是现代人类开始掌握这种齿轮技术是从14世纪的法国大钟楼开始。钟楼的齿轮非常大，而且比安提特基拉机械晚1500多年。而且这个机械长只有33厘米，高17厘米，宽9厘米，是一个小型计算机，可以便携显示出太阳和月亮轨迹。这就是古代机械的巅峰之作。安提基特拉机械出现，可以颠覆所有历史史书。是不是古希腊在几千年前就出现了一个像马斯克一样的机械狂人？这个真的是可能的，因为在古希腊传说中还记载了另外一个关于机器人的传说。这个机器人是由青铜打造的巨人，叫做 Talos。它是一种自动化机器，可以在海岸线进行自动巡逻，还可以这么投掷巨石攻击敌人。传说中讲到，它的身体中有一个贯穿全身的青铜血管，里面流淌的一种神秘液体，古希腊人称其为 Ichor， 非常粘稠，可以翻译为灵液。神对这种液体非常珍惜，但是这种液体对人类却有剧毒，人类只要一旦碰到就会立即中毒死亡。这种古青铜巨人的身体可能就有大量的齿轮，燃料就是一种高科技能源灵液。这个以后我有空给大家详细讲。所以说在现实中古希腊海域真的是有史前高科技遗迹的，他们就是来自古埃及老祭司说的已经消失的上古高级人类。有些人觉得我的证据还是不够充分，那我们坐着船从希腊向东航行，经过埃及来到黎巴嫩的海岸，然后从这里坐着车一直开到山上。这里有个地方叫做 Baalbek， 意思是太阳的城市。在这里有一片古罗马的神庙，但是如果你去参观的时候，就会发现这片神庙是建立在一堆原始的巨石之上。神庙和巨石很明显是两种风格，两个年代。最小的巨石是朱比特石庙下面的这3块石头，叫做 Trilithov 3巨石，每块重350吨。第2块是最著名的 Ajahel Hiblik 孕妇之石，重1000吨。第3块叫做 Hajahel Gubli 南方之石，重1242吨。还有第4块没有名字，重达1500吨。这块是地球上发现的有人类以来开采出来的最大的石头，1500吨啊！怎么开采的？谁开采的？开采出来做什么用？都不知道。最后考古学家也不知道，没有办法了，根本无法解释。所以给这块石头取名为遗忘之石，大家都别提了，什么都忘了。这种巨石其实在地中海还有埃及附近的海底还有很多，只是 Baalbek 是在山顶上，没有被史前大洪水淹没，所以才保存了下来。这个以后我也有空也给大家讲。总之结论就是，柏拉图记载了古埃及老祭司说的话，他在现代人的眼光里一看就是神话传说，但是从现在发掘出来的各种古迹来看，他讲的1万年前在古埃及和古希腊中出现的高等人类等等，这都是真的，否则你没有办法解释神秘齿轮、遗忘之石等等，他们到底是从哪里来的。接着老祭司跟索伦说，这些细节等有空我再慢慢给你讲，因为女神先教了你们，再教了我们埃及，所以我们的律法都是一样的，相似的。你看我们埃及的战士和你们雅典的战士都属于同一个阶级，他们都使用一样的盾牌跟长矛。女神选择定居在你们的城市，是因为你们那里气候宜人，所以你们有更好的法律，在美德上超越了全人类，成为众神的孩子和门徒。这个他说的也是对的，从这个历史遗迹来看，古希腊和古埃及在隐隐约约上都是有很大的相似之处，尤其是在宗教、律法和装备。然后重点的重点就来了，老祭司说，你们国家许多伟大而奇妙的事迹我们都看在眼里，都被记载在我们的历史之中。其中有一件事，你们的伟大和勇气超越了地球上所有的人类，因为根据我们神庙记载的历史，曾经有一股无比强大的势力来自于大西洋，无缘无故的
对整个欧洲和亚洲发起了远征，而你们的国终结了他们。我们再看一下地图，老祭司说的来自大西洋的强大侵略者只有2个可能，一个是来自美洲，难道他们是印第安人还是阿兹特克人？另外一个就是来自传说中的在大西洋沉没的大陆亚特兰蒂斯帝国。接着老祭司继续说，你们的雅典人卓尔不群，美德与力量熠熠生辉，最终成为希腊人的领袖。在其他国家纷纷倒下之时，你们被迫孤军奋战，经历极大威胁，最终战胜入侵者，让欧亚大陆免遭亚特兰蒂斯的奴役，慷慨解放所有人。他的意思就是，古希腊人在11000年前英勇反抗亚特兰蒂斯帝国的入侵，在所有国家都倒下的情况下，古雅典人，他指的是11000年前的雅典人，他们其实也是亚特兰蒂斯人的后裔，但是本土化了。因为老祭司说他们是最美好最高贵的种族，就是这些人奋起反抗，解放了欧亚大陆。老祭司说，来自亚特兰蒂斯的上古种族曾经征服过欧洲和亚洲。在古希腊的那个年代，亚洲指的是小亚细亚，就是最远到达伊朗的波斯帝国。有个非常巧合的故事，就是在伊朗东边的印度，这里的吠陀经中记载一种高贵的种族是从伊朗迁徙到印度，他们就是阿联雅利安人。这个也是有很多记载可以验证的。在公元前2世纪，古希腊有一本书叫做 Various Anecdotes 轶事，其中有一个叫做 Theopompus of Chios 的古希腊历史学家，记载了自己在小亚细亚的时候来到了一个叫做 Thynia 的地方，大约是现在的土耳其。他从这里学到一个传说，说是在欧亚这个世界的外面是一个无限大的大陆，在里面你可以找到比欧亚大陆的人类还大2倍的人类，寿命也是普通人类的2倍长。那里有2个巨大的城市，一个叫做 Machimus， 另外一个叫做 Eusebes。 那里还有着巨大平面的树。他提到的这个巨大平面的树只有美国有，叫做巨山，最高记载是115米，直径11米。接着他写道，这个遥远大陆居住的人经常前往我们这些岛屿，他们曾经航行的人就有1000万人。当时他们在 Hyperboreas 登陆的时候，他们发现上面居住的人类都是些命运卑劣的生物啊，非常惨。Hyperboreas 意思是北欧的极寒之地，可能是气候恶劣，那里的人类过得也不怎么样，所以他们是命运卑劣的生物，就是这么写的。刚才提到遥远大陆神秘的人类身高是普通人类的2倍，大家可以再看一下我讲过的释迦牟尼32相，其中释迦牟尼就是丈六金身，4米多高，这是有证据的，因为释迦牟尼的舍利尺寸是普通人类的2倍大。还有《长阿含经》中记载的释迦牟尼释迦族被灭族的故事，也可以证明释迦族和普通人类联姻的这件事有一种无法理解的偏见，最后被愤怒的毗琉璃王给灭族了。所以老祭司讲的最美好最高贵的种族其实就是一群身高4米的巨人，包括上古雅典人和亚特兰蒂斯人，当然也包括古埃及人。这里还有一个非常非常巧合的故事，就是古希腊神话中的核心之一，就是泰坦之战，巨人之间的战斗持续10几年之久，最后希腊的最高神宙斯获得了胜利，成为宇宙天王。一切的故事都是这么巧合啊！接下来老祭司提到了他们共同的命运。后来发生了强烈的地震和洪水，在不幸的1天1夜里，你们所有好战的人都沉入了地下，亚特兰蒂斯岛也同样消失在大海深处。因此那些地方的大海无法通行，无法穿越，因为路上有一片泥滩，这是由于岛屿下沉造成的。他说的是圣经记载的大洪水把所有巨人都埋藏在海底之下。那问题来了，亚特兰蒂斯到底在哪里？这个柏拉图也写了，也是老祭司说的。他说以前大西洋是可以航行的，在直布罗陀海峡的前方曾经有一座岛屿叫做 The Pillar of Hercules 海格力斯之柱。就在这个海格力斯之柱的前方有一个比利比亚和亚洲加起来还要大的岛屿，那就是亚特兰蒂斯。海格力斯之柱可能就是在这一片
有一个比较高的尖尖的岛，可能有2个尖尖，现在已经沉没在大西洋里了，找不到。在这前方的一片海域就是亚特兰蒂斯的遗迹，非常大。老祭司说它比利比亚和亚洲还大。利比亚指的就是包括埃及的北非，亚洲指的就是小亚细亚，算起来应该是800多万平方公里，差不多应该是一个巴西那么大的国家，就在大西洋里面。老祭司还说，这个巨大的岛屿是通往其他岛屿的必经之路，从这个岛屿出发，你可以到达一个整个相反的大陆，这个大陆是被真正的海洋所环绕，那片海才是真正的海，而海环绕的大陆堪称无边无际的大陆。这都是重点，这是柏拉图的原稿记载。他说的就是从直布罗陀海峡出发，经过亚特兰蒂斯，就可以到达一个真正被海洋环绕的无边无际的大陆，那就是美洲大陆。真正的海洋就是无边无际的太平洋。你不看这些古文，你真的无法想象古人讲的都是真的。最后，老祭司接着说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亚特兰蒂斯就在这个岛上，它是一个伟大而又奇妙的帝国，它统治了整个岛屿和其他岛屿以及大陆的部分地区。亚特兰蒂斯还征服了利比亚以及埃及，从欧洲直到提雷尼亚 （Tyrrhenia）， 就是之前我们讲的土耳其。这句话的重点就是，亚特兰蒂斯征服了北非埃及，还有对面大陆的一部分。那对面大陆的一部分，大家知道是哪里吗？给大家一个提示，埃及有吉萨金字塔，中美洲有墨西哥金字塔 Teotihuacan 太阳金字塔，它们其实都是亚特兰蒂斯帝国的标志。古埃及神庙老祭司在2300年前他就知道美洲大陆是存在的，而且他知道亚特兰蒂斯帝国曾经占领过这里的一部分，是不是很厉害？那亚特兰蒂斯到底在哪里？现在是不是根本找不到？我们再看一下大西洋的底部，在这中间有些奇怪的线条，这里白色的凸起其实就是海底山脉，是不是这里的海床曾经就是亚特兰蒂斯帝国的山脉？这个很有可能。团长收藏了一本上古奇书，其中就藏了好几张地图，上面标注了在80万年前的大西洋和美洲之间有一个超级大的岛屿，和巴西差不多，那里就是亚特兰蒂斯。根据柏拉图的对话录里面有一个重点没有人注意到，就是老祭司说那些地方的大海无法通行，无法穿越，因为路上有一片泥滩，这是由于岛屿下沉造成的。2个字，泥滩。为什么在15世纪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之前的几千年内，没有人记载有人通过大西洋航行过？因为在公元前300年之前，柏拉图的年代，大西洋是无法航行的，因为有巨大的泥滩。2300年前的海平面比现在要低很多，船进入大西洋里面的时候就会搁浅，这个是真的有记载的。亚里士多德在公元前350年前的时候写了一本书，叫做 Meteorologica， 意思是气象学，其中就写到，在亚里士多德年代，由于泥泞，海格力斯支柱之外的海水很浅，但很平静。所以从这里看，2300多年前，大西洋这里面的这一片海域就是一大片泥滩，船只根本无法航行。这片泥滩就是亚特兰蒂斯的遗迹。团长讲的，你相不相信？如果不相信的话，你再跟着我闭上眼睛想一下，如果你现在就站在一片一望无际的泥滩上，你第一眼看到的会是什么？是不是泥滩、水塘，还应该有一望无际的白色芦苇草？为什么要提芦苇草？因为在中美洲曾经出现过辉煌的阿兹特克帝国。在16世纪，西班牙征服者曾经在这里发现了一本阿兹特克手抄本，叫做 Codex Botulini， 也叫做墨西哥原住民迁徙录。其中就提到，阿兹特克人的祖先是从大洋中的一个海岛中来到中美洲的，上面就这么画的。这些原住民称他们海中的家乡叫做 Aztlan， 这是墨西哥纳瓦特语，意思就是白色芦苇地。Aztlan Atlantis 发音是相似的，
大家要知道，亚特兰蒂斯其实就是古希腊语的发音，这是大执政官索伦听到埃及老祭司讲的古埃及语中的音译。亚特兰蒂斯的真正发音可能更接近于玛雅人纳瓦特语的阿兹特兰。玛雅人就是亚特兰蒂斯的遗孤，在大灾难过去之后的几万年，他们就一直生活在亚特兰蒂斯的浅滩之上。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海面越来越高，他们就必须离开家乡。他们的迁徙也是有原因的，是因为有神从天降下来指引他们。这个神长得跟鸟一样。大家点击右上角看一下我之前讲的40分钟的玛雅人的秘密，感受一下16世纪探险家们第一次进入中美洲雨林的诡异和恐怖。最后我们再研究一下老祭司说的亚特兰蒂斯人曾经要奴役古埃及和古希腊，然后被雅典率领的联军给打败。这件事是不是古希腊柏拉图喝完酒写的吹牛文学？真不是。大家记住2个关键词：中美洲玛雅人金字塔，还有大西洋中的浅滩。我们先到中美洲，在墨西哥图拉城这里有一个羽蛇神金字塔。金字塔的平台上竖立了4个巨大的人形石柱。大家注意，这4个石柱高4米，基本上是2个成年人的高度。我们之前提到过很多次，大家再记住他们的发型，他们戴着发箍，竖直向上。然后大家再跟我来古埃及的哈布神庙，这里有一幅壁画，讲的就是埃及法老带领埃及军队抵御一群坐着船进攻埃及的侵略者。这些侵略者的发型也是戴着发箍，头发竖起来的。历史学家说，这些坐船的侵略者是来自地中海的部落，叫做 The Sea People 海洋人。这件事预计发生在公元前12世纪，但是历史学家定下时间后，问题就来了。公元前12世纪前后到现在，没有找到任何记载，这些海洋人到底是从哪里来？为什么有能力侵略强大的古埃及？打完这场仗之后，这些海洋人到底去了哪里？历史上没有任何记载，古埃及也只有这一幅壁画保存了下来。等打完仗之后，海洋人就消失了。这些壁画中的海洋人其实就是古埃及老祭司说的在11000年前攻击雅典和埃及的亚特兰蒂斯人。神庙壁画中的海洋人和羽蛇神金字塔上的巨人石像的装备和发型都是一样的，这就是证据。为什么老祭司这种宗教神职人员会知道这些历史？大家看壁画的右下角，这些剃了光头的人就是古埃及祭祀阶层，法老的禁卫军。他们每过7天就要把全身的毛剃一遍，这些人就是古埃及神庙老祭司的前辈。再插一个知识点，埃及法老是巨人。不解释，有问题多看我频道以前讲的故事。所以总结一下，柏拉图记载的由索伦亲自验证关于亚特兰蒂斯的故事，都是有证据的，各种传说和遗迹都能对得上。亚特兰蒂斯就是传说中的雅利安人，他们80万年前繁荣起来，控制美洲大陆，还在11000年前从亚特兰蒂斯出发，征服地中海、埃及、欧洲，甚至到达伊朗、印度。但是在11000年前的某一天，亚特兰蒂斯因为傲慢被神惩罚，沉入海底。那问题来了，非常重要的问题：11000年前到底发生了什么，可以让一个800万平方米的巨大岛屿在1天1夜之内沉入海底？这个团长也深入研究了。我宣布，我知道详细的答案，而且我还可以给你们看最新和最实在的证据。这个可能要讲1天1夜了。出一篇影集再加后期剪辑还是相当累的。本频道没有团队，就团长一个人，所有的稿子都是我亲自撰写，绝对原创。如果想继续支持我们频道，请大家多多猛砸订阅、点赞、分享和开启小铃铛。团长将满怀热情，在新的一年中给大家讲述来自远古的秘密。Hello， 在新的一年里，尼克拉斯杨还有尼克拉斯小杨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阖家欢乐，心想事成。小杨，老父亲以后的剪辑就交给你了，好不好？不好，因为我要和同学一起玩麦块。拜拜。拜拜。